家人们，今天是我回到英国之后第一期视频。回到英国之后，我发现英国的天气真的天天都是多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家外面的天气。今天的天气其实还好的，上面还能看到一点蓝色，但是还是有很多云啊，乌云密布。我们家住在乡下，因为我的一个车坏了，所以我不能出门，所以我就只能在家拍视频啦，希望大家见谅。今天我拍的视频也是关于吃午餐的视频。今天我还会收到一些包裹，所以我也会拍一些关于拆包裹、安装东西的视频。下楼穿拖鞋。现在我想把这个窗帘打开，我要给它拉上去，把这个窗帘拉上去，我们能看到一点点阳光照进来。说实话，今年冬天可能是我这2年最瘦的一年，因为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没有大吃大喝，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也没有喝很多的酒，所以呢，我想保持我现在的体重。为了保持我现在的体重呢，我在做间歇性断食法。那有的人是16个小时断食法，有的人是18个小时。我选择的是比较简单的16个小时断食法。所以一般我是前一天，就是昨天下午4、5点钟吃晚饭，然后今天早上9点到10点左右吃早饭。这样的话不会感觉太饿，也不会觉得太难受。好啦，那现在开始跟我一起做我的午饭吧。虽然我的午饭不是很健康，平时我就会吃1磅玉米和1颗鸡蛋作为午餐，但是今天让我们来吃一下垃圾食品吧。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韩国的火鸡面？我之前特别喜欢吃红色包装的这个是包装，这个袋子就是包装，但是我觉得红色的有点太辣了，这个粉色的还好啦不太辣。这是韩国的火鸡，这是火鸡，它是火鸡面。那我现在要 cook these noodles， 那 boil 怎么说？继续观看，我一会儿会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水壶，我要用水壶做什么？对，我要烧水。那烧水之前要接水，我在水壶里面接一点水，关上水龙头，然后再关上这个盖子。这个是水壶的底座，把它放在底座上，然后把它打开。现在水壶就正在烧水了。在水壶烧水的同时，我现在想拿一个锅，拿一个小锅，这一个小锅其实就够用了这有一点污渍。这个锅叫小煮锅，那这个锅叫煎锅 ，because this pan is mostly for fry stuff， so 这个叫煎锅。This pan is mostly for boil stuff, so it's 煮锅。我们现在要用这个电磁炉，这个叫电磁炉这个也是炉子，但是这个是电的，所以是电磁炉。好了，现在把电磁炉打开了，把小煮锅放上去，在小煮锅里倒上我们刚才煮完的开水。开水倒完了，把袋子我再撕开这个袋子。好了，那然后把这个面饼，这个是面，
这是面饼，把面饼放在开水里。现在我要把这个炉子打开，这个炉子我要把这个小煎锅放在这个炉子上面，然后我要我再倒一点油。这个是油，我倒了一点油在小煎锅里面，因为我实在觉得我今天的午饭太不健康了，所以我要放一点蔬菜在我的面饼里面。现在油已经很热了，我可以把这个鸡蛋打进这个小煎锅里面，把鸡蛋打碎，轻轻地放在小煎锅里面，然后再放回去。现在我的火鸡面大概已经煮是 boil， 已经煮好了，这个鸡蛋也已经煎好了，这个叫调料包，这个是 spicy sauce， 是辣酱，这个是辣酱。那我吃不了太多的辣酱，所以大概就放一半的辣酱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调料包里面应该是 like powder， 叫调料粉，把这个调料粉也放在面里面，或者是倒在面里。那现在我们可以用筷子，这个是筷子，用筷子搅拌一下。我们现在用这个筷子去搅拌一下我的火鸡面，哇，闻起来真的很不错呀。最后把煎好的鸡蛋放在碗里，我的午饭就做好了。虽然很不健康，但是应该很好吃。我的午饭就已经做好了，然后我又倒了一杯牛奶，因为在网上听人说吃辣的时候喝牛奶可以解辣。观众先吃，好吃，又辣又有芝士味儿。Hello, we have more, right? Yeah. Thank you. 收完快递啦。吃完午饭啦，然后我也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正要打算做运动，但是我家到了一些快递，一些是 some measure word for some， 一些快递，我有3个大快递。好啦，我们如果拆快递需要什么？一把刀。这是我的一把小刀，我们一般管它叫壁纸刀。好了，那我们先拆这个小的快递吧。这个小的快递其实挺重的，我现在用刀把这个箱子，这个是箱子或者盒子，我现在用刀把这个盒子给拆开。这个外面的包装叫包装盒，就叫盒子。我把盒子给它拆开。这是我买的猫砂，给我家猫买的猫砂。好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快递，我把它放在这边。哦，对了，我还买了 AirTag 的 battery， 就是电池。我的 Apple AirTag 的电池是这种小电池。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拆第2个箱子了。第2个箱子里面买的几乎都是一些生活用品。我买了一个比较大的保鲜盒，但是这个保鲜盒好像比我预料的要大一些。我是用来装米的。我想拿这个保鲜盒去装黑米。我家一共有3种米，白米、棕米还有黑米。然后厨房纸，这个一卷一卷的大的这个纸叫厨房纸，在厨房用的纸。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买的新的黑米了，
因为听说吃粗粮米会对身体比较健康，所以我一般都会混合着吃，白米、棕米和黑米混合在一起每天吃。最后一个是施厕纸，这个是我在英国用了好几年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它用起来真的很好，很靠谱，所以推荐，而且也很便宜。为了这个箱子的重新利用和回收，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箱子给它都拆开，这样也好放在重新利用的垃圾桶里面。现在我再把盒子拆开。那最后一个快递就是我给我先生他下个月买的生日礼物，是一个34寸的屏幕显示屏，他工作的时候可以用。在我们把它拆开之前，我们先去把这边的很多东西给它收一收。我们要把这个黑米倒进这个保鲜盒里面，我们先要把这个保鲜盒的盖子打开，这是盖子，把它打开，然后再用剪刀把这个黑米的包装袋给剪开。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黑米倒进去，把这个黑米放回去，白米也放回去。那下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个猫砂放在我们外面的仓库里面。我现在要把仓库的门打开，拿起这个猫砂，然后放在这个角落，把它放在这个角落啦。好啦，我们出门啦，锁门。好了，回家。下一项任务，把厨房纸的包装袋给拆开。这个方法很暴力啊！一个厨房纸，2个厨房纸，3个厨房纸。好啦，放在微波炉和空气炸锅的后面。另一个厨房纸放在餐桌的角落，剩下的一个厨房纸可以放在这个架子的上边。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施厕纸啦，我现在把它拿到楼上，我再上楼拿到楼上，放在厕所里面。现在剩的最后一个包裹就是我先生的显示屏了，我现在要把这个显示屏一个人搬到楼上，帮我加油吧。其实这个显示屏看着很大，但是不是很重。好了，这个屏幕现在已经到达我先生的办公室了。我现在又要拿起剪刀拆这个箱子。首先出来的这个袋子，这边的是说明书，那这边的是充电线，充电线拉出来 ，pull it out， 拉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屏幕给它拿出来。它这个屏幕真的还挺大呀。这边是挺大的。这个应该是屏幕的底座了，这个应该是支撑底座的，应该是这样的。好了，现在把箱子拿出去。有点热呀，把窗户打开。说实话，其实我不看说明书也知道怎么拼，但是还是要先看一下什么说明书，把这个说明书用剪刀给它剪开。好了，说明书已经出来了。很明显，我要把这2个底座拆开。现在我要把这个充电线也用剪刀剪开。好啦，这个底座已经给它安好了。现在我想尝试一下，把它的这个大屏幕给它安到这个底座上面。哇，很快就安上了。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咔的一声，但是一下就安上去了，不像我之前那个显示器需要拿那个螺丝刀那样一直拧。噔噔噔。好了，那这个我觉得应该就是电源线了，给它扭开这个线，给它扭开，然后把它们2个，把这个东西插进去。
好了，现在这个电源线可以尝试插到墙里面，现在可以给它插到显示屏上面去看一下效果。哇，已经打开了啊，已经开始亮了。那下一步我觉得就是让我的老公把他的电脑和这个显示屏连接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大概我给我老公回家之前把他的电脑装上了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电脑密码，所以没有办法打开屏幕去给大家展示，但是大概的效果就是这样啦。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I need to go and clean this mess now. By the way, you can find a flashcard game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 And if you would like a more personalized one-to-one lesson, feel free to check my bio and book a free trial lesson with me. See you next video.